公元194年，曹操率军攻打徐州，曹军一路屠城，杀男女数十万人。徐州赤地千里，尸体堆积泗水，为之不流。爹娘！我穿越到了汉末的徐州，我的家人都死在了曹军手中。曹贼，此仇不报，我廖晨誓不为人。自幼神读三国，对这段历史了如指掌。利用这段故事，定能为家人，为被屠戮的徐州树上乡亲报仇雪恨。喂，这里还有个活着的！嘿嘿，遇到军爷，算这小子倒霉。老就要死在这里吗？不甘心！敢问可是玄德公之弟关羽关云长当面？你是何人？竟知关某姓名？吾久闻玄德公仁义著于四海，且其两位结义兄弟皆有万夫不当之勇。将军赤面美须髯，相貌堂堂，和玄德公二弟关将军相符，必是玄德公大义，特来援救徐州。关某本以为这不过是寻常难民，顺手救下，不想此人竟有如此见识，莫非其身份不凡？不错，某便是关羽关云长。我若想为家人报血仇，当今之计唯有投靠一方诸侯，而今刘备近在咫尺，是我复仇的最佳选择。既然如此，关将军可否带我去拜见玄德公？我有破曹之计相告。曹军势大，不可力敌。依我之见，所有士卒必须立刻撤入郯城之势之中避战，方能保全实力。曹将军，若大军全数躲避在城中，便彻底失去了先机。届时我军犹如困兽，城破只是时间问题啊！留在城外更是死路一条。就凭我们现在的兵力，迟早会全军覆没。玄德公不必再争了，曹将军所言也有道理，传令全军撤入。何须避战？在我看来，曹贼呼象不过是土鸡瓦脑罢了，覆手之间，便可令其灰飞烟灭。我要为家人、为徐州父老乡亲报仇，更要让这天下太平。仅凭我一人之力，终究力有为万。辅佐刘备匡扶汉室，无疑是最佳选择。能否成为诸葛亮那样被倚重的谋臣，就要看我接下来的表现了。你是何方校少，竟敢在此口出狂言！长臂阔耳，面如冠玉，此人想必就是刘备。我一介无名之辈，若要受人重视，必须先声夺人，震慑住营中诸将。我本欲献上破曹之计，报曹操血洗徐州之仇，不料这帐中诸位竟是无胆鼠辈，闻曹则胆寒退缩，真是令人大失所望。今天求到了，谁料着谁敢杀？放肆！黄口小儿，军政大事岂容你在此开口？来人，
把他给我插出去，砍了！什么？陶公，此人既然敢口出狂言，定是有不凡之才，不妨先听他破曹之计，若言之无误，再问罪也不迟啊。果然，我正是知道刘备在此，必然不会袖手旁观。否则，若是直接被砍了，那岂不冤枉？若是你说不出个自丑寅卯，那就把你砍了祭旗。那就把你砍了祭旗。我之计策，便是放出谣言，称兖州世家欲要反叛，曹军听闻后院起火，必然军心大乱，被迫退军。届时，我等派大军乘胜追击，定能大破曹贼。哼，荒谬！我还道你有什么妙计？呵呵，原来不过如此。曹操治军严明，区区一道谣言就想要破他10万虎狼之师，简直是天方夜谭！来人啊，把这个哗众取屈的大胆狂徒给我拖出去，砍了！陶公、曹将军，且慢动手。此人献计也是为了破曹解围，纵然计不能用，但其忠勇可嘉，又何必伤人性命？真是夏虫不可语冰。曹豹，我这计策的玄妙之处，你一介莽夫又岂能理会？你找死！曹贼占据兖州以来，只重用手下曹洪、荀彧、夏惠敦等打压兖州本地士人，兖州名士早就对曹贼多有不服。平日里曹贼手握大军坐镇，自然不惧，但如今他率大军在外，必会担忧后方起火。况且，曹军诸多将士的家小皆留在兖州，一旦听闻兖州生变，军心动摇，曹军焉能不乱？我这可不是凭空猜测，按照历史轨迹，曹操攻打徐州时期，兖州的确发生了叛乱。陈宫伙同世家大族迎接吕布入主兖州，曹操险些彻底一蹶不振。算算时间，兖州之变，曹操退军，也就是这几天的事，此计必成。不过是放出流言，无需耗费兵马粮草，此计的确可以一试。哼，说得倒轻巧。若是你这计策不成，又当如何？若计不成，请斩我头！若计不成，请斩我头！既然你把话说到这个份上，到时候我砍你项上人头的时候，你可别再让别人为你求情。哼！按照历史发展，未来陶谦会将徐州托付给刘备，但好景不长，正是这曹豹里应外合，联合吕布夺取了徐州。既然如此，便依先生计策行事。主公，大事不好了！吕布内司占领了兖州。什么？吕布不过是一介匹夫，借他10个胆子，他如何敢夺我的兖州？主公息怒，是陈宫。陈宫联合了兖州士人，暗中叛乱，直接打开城门，迎吕布入主，尊其为兖州牧了。原来是公台啊，这就不奇怪了，这就不奇怪了。传我军令，立即封锁消息，以免军心大众。大军立刻拔营，准备班师返回兖州平叛。主公，晚了，兖州之变的消息在军中已经传遍了。你说什么？兖州丢了，我们在这徐州打生打死，连个退路都没了。我们该回哪里呀？我们的父母妻儿全都在兖州啊！我要回家，我要回兖州。曹军如今必然军心大乱，若是在今夜袭营，定能一击制胜。先生神机妙算，真乃大才也。夜晚天气阳寒，先生千万小心受了风寒。哎呀，施主，这可如何使得？
先生乃徐州10万百姓的救命恩人，区区一件锦袍算得了什么？后世有人认为他是假仁假义，可若是能将这假仁假义装上一辈子，那便是彻头彻尾的真君子。许多人崇拜曹操，认为他是乱世枭雄，可我曾面临曹军兵锋，自然知道刘备这般坤厚仁义的主公，在这人命如草芥的乱世是何等难得。只是正如孔明3顾茅庐才出山，我若要投奉辅佐他，也需稍作矜持，这样日后我的计策才能更受重视。听说了吗？兖州被吕布夺了，我老婆孩子还在兖州城里呢，这仗没法打了。不如咱们今晚趁黑开溜，回兖州去吧。再有乱军心者，死！主公饶命！主公饶命啊！传我军令，全军立刻假意生火造饭，做出继续和徐州军死战僵持的姿态，实则趁夜拔营，火速撤军回兖州平叛。不好了，徐州军杀过来了！陶建那老东西，竟敢袭我大营！燕人张翼德在此，曹贼受死！众将士，随我杀！曹操，这不过是个开始。图徐州之仇，我要你100倍偿还。报！昨夜劫营大获全胜，斩敌数万，缴获粮草辎重堆积如山。这廖先生还真有大本事，竟让曹军一触即溃。陶施主，曹操后方生变，又经此大败，必然退军，此乃天赐良机，应趁胜追击，永绝后患。被附议，正当一鼓作气，击溃曹贼。曹军虽败，但主力尚存，正所谓困兽犹斗。若去追击，逼急了他们，我徐州必定损失惨重。曹将军言之有理，况且曹操与冀州袁绍交好，若是真把他逼入死地，恐会惹来大祸。若是有人想要追击，可自行出兵，老朽就不掺和了。庶子不足与谋。先生留步，先生请留步。备虽兵微将寡，愿听从先生之言，发兵追击曹军。主公，咱们撤得这般仓促，若是那陶面趁机派人追杀过来，该如何是好啊？曹妙，一介老匹夫罢了，他哪里有胆魄来劫杀我？哈哈哈哈！曹贼腌制之后哪里走？挡不住了，快跑啊！临阵脱逃者死！给我顶住！谁敢退一步，杀无赦！天王爷，父亲快走！不，昂儿，我们父子一起走。父亲要为天下壮下不世之功事业，切不可折于此处。孩儿无法再为您尽孝了。昂儿，谁敢动我父亲，拿命来！
公子他身陨了。杀子之仇，不共戴天！报！徐州急报，曹操大败！曹操大败，被一路追杀，狼狈逃窜，连嫡长子曹昂都死于乱军之中。什么？曹阿芒竟败得如此死惨！刘玄德竟有如此实力，很好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廖先生神机妙算，解徐州倒权之危，不知先生接下来有何打算？徐州之难既解，曹军已退，在下正欲寻一明主投效。今日赴宴，正是来向玄德公辞行的。我且假意要离去，看他反应没应。先生这就要走？廖先生这等旷世奇才，若能留在我身边，该有多好！可恨我刘备如今寄人篱下，身无郡功，如何让这等大才甘愿投效？不知先生可愿意？什么？没什么。先生既然去意已决，备不敢强留，但求先生让备送您一程。玄德留步吧，就送到这里。先生今日一别，何时才能再相见？请让备再多送先生一程。树，这树挡住我看先生了！来人，给我把这片树林全砍了！莫要阻挡我送别先生的目光！玄德，玄德呀！先生，难道您不准备走了？非也，我此次回来是有一言相告，先前忘记，还请先生直言。先生，难道您不准备走了？玄德公误会了，在下折返只是有一件大事，不得不提醒玄德公。先生请讲，备洗耳恭听。不出数日，陶倩必将徐州托付给玄德公。这怎么可能？陶公尚有二子，沛不过是客将，怎可宣报夺主？是啊，先生，这等狂语若是传出去，恐引来非议。陶公二子皆平庸之辈，在这乱世之中，如何守得住四战之地的徐州？陶公为了保全家族，唯有将徐州托付到素有仁义之名的玄德公。玄德公若领徐州牧，内有丹阳兵挺率曹范不服，泰山贼臧霸割据一方，徐州世家暗流涌动，外有袁术、曹操、吕布等猛虎恶狼虎视眈眈。先生高见。若真如先生所言，备该如何自处？若要施行仁义，站稳徐州，玄德须寻访旷世贤才，辅佐左右。备定谨记先生教诲，广寻大才，言尽于此。玄德公，后会有期。玄德公，快随我回城！子仲，发生何事？陶施主病危，咳血不止，他强撑一口气，急召您回府议事，说要将徐州大印亲手托付给您。什么？竟然全被先生说中了，神机妙算，真乃神人也！恭喜玄德公，喜得一州之地，成就霸业根基，在下就此别过。先生留步！主公，您莫非忘了先生嘱托？嘱托？寻访贤才，如今旷世大才就在眼前，主公您还在等什么？当今汉室倾颓，天下大乱，苍生倒悬，备不自量力，欲伸张仁义于天下，恳请先生助我一臂之力。
拜见主公。臣虽不才，愿恕解弩度，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哈哈哈哈哈哈！贝德先生如鱼得水也。恭喜主公执掌徐州！哈哈哈哈哈！贝能有今日，全赖诸位鼎力相助。今日贝当论功行赏。廖臣，拜廖臣为徐州军事从事，总领军机。凡徐州大军征伐粮草调配，皆由先生节制。先生实至名归，恭喜先生！一个不知哪里冒出来的毛头小子，竟敢爬到我曹波头上！军事从事乃谋臣之首，有我廖臣在，绝不会让刘备像原本的历史那样失去徐州这块根据地。平白蹉跎10数年，错过争霸天下的最佳发展时机。报！抢！禀主公，曹操大破吕布，吕布现正率领残余的秉州狼骑朝我们徐州而来。什么？吕布刚退了曹操那头猛虎，又来个吕布这头恶狼，这徐州危矣！吕布，你终于来了，有我在，休想夺走徐州！先是曹操，又是吕布，我徐州百姓何辜，竟要连遭兵祸？吕布乃虎狼之徒，连曹操都头疼。我徐州先前抵御曹操已经耗尽元气，如何能够和吕布抗衡？哼，插标卖首之辈，何道宰？大哥，关某愿领5000精教出城迎敌。二哥歇着，俺老张的丈八蛇矛走饥渴难耐了，这就去捅他1万个透明窟窿。二弟三弟，不可轻敌。吕布骁勇，若是硬拼，必两败俱伤。先生如此镇定，莫非已有退敌良策？主公勿忧，吕布此番前来，非为攻城，乃是归附。归附？这怎么可能？他在定陶大败，兖州被曹阿曼夺回，如今不过是只走投无路的丧家之举。天下诸侯皆忌惮其反复无常，他也唯有寄希望于主公继续践行仁义之名，能够收留他了。廖晨，你睁大眼睛看看，这就是你说的归附。倘若是来归附，为何不解甲散阵，反而在我武阳卫杀声震天？你这分明是妖言惑众，想害死我们徐州满城百姓！先生，曹将军所言亦有几分道理。吕布大军杀气腾腾，排兵布阵皆是决战之态，先生何以如此笃定他不是来攻城？主公且细看，那敌军大营之中，可有云梯，可有冲车，可有投石机？没有，确实没有。吕布虽有，但这徐州城池坚固，他一路溃败逃窜至此，辎重尽失，单凭一群秉州轻骑兵，拿头来撞这城墙吗？他摆出这架势，不过是虚张声势，只是想在主公面前抬高身价，好把自己卖个好价钱罢了。原来如此，若非先生点醒，被险些被其表象蒙蔽。先生洞察秋毫，备受教了。荒谬！这分明是你的一面之词。若是吕布突然攻城，你担当得起？城上可是刘徐州，我家主公温侯吕布仰慕刘使君仁义之名，特遣小人前来，愿率众归附，共抗曹贼。运筹帷幄之中，决胜千里之外，先生真乃神人也。关某彻底服了。哈哈哈哈哈哈！还真让先生说准了，这吕布真是来认大哥的。先生神机妙算，兵不血刃，退去大敌，我徐州有救了。
该死的廖晨，竟又让他算中了。有此妖日在刘备身边，我曹豹在徐州迟早再无立足之地，此人断不可留。大哥，那吕布乃是出了名的三姓家奴，狼子野心，让他进徐州，分明就是引狼入室。俺老张第一个不答应。三弟所言极是，吕布此人见利忘义，先杀丁原后反董卓，毫无信义可言。若收留此等豺狼，徐州必然后患无穷。两位将军此言差矣。吕布虽有些非议，但他诛杀国贼董卓，乃是拯救大汉的有功之臣。如今徐州百废待兴，外有曹操虎视眈眈，吕布若是归附，恰好可以作为守卫徐州的强大力量。主公向来以仁义立足天下，若将这走投无路的功臣拒之门外，岂不让天下英雄寒心？这曹豹果真是心怀鬼胎，面儿上说的冠冕堂皇，心里恐怕早就盘算着借他人之手来制衡主公。吕布的秉性确实令人担忧，不过他的大军就在城下，我们若是强硬拒绝，逼得他狗急跳墙，怒而攻城，也是件祸事啊。先生，事关徐州存亡，诸公皆在机变，先生为何一言不发？主公，诸位将军与大人所言皆有其理，此事关乎徐州未来，终究还是要由主公您前刚独断。军师，俺还以为你要劝大哥把那三姓家奴赶走呢，你怎么？我接纳吕布以制衡刘备之计，这廖晨恐怕根本没有想到，什么军师，看来终究不过是个毛头小子。既然如此，备决意以仁义待天下，绝不惧英雄于门外。传令，随我出城迎接奉先将军。军师啊，你平日里算无一策，今日怎么糊涂了？那吕布分明就是条毒蛇，你为何不劝阻大哥？先生此举必有深意，只是关某实在想不通，留此等忘恩负义之徒，究竟有何好处？两位将军稍安勿躁，吕布入徐州，表面看是引狼入室的祸事，但这祸事未必不能变成一桩天大的好事。哎呀，我的好军师，都火烧眉毛了，您就别卖关子了，究竟是个啥意思？吕布固然狼子野心，不甘居于人下，但他麾下的秉州狼骑悍勇无比，乃是天下少有的精锐。他麾下的张辽、高顺等人，皆是世间难求的无双良将。吕布啊，吕布，你图谋的是徐州这块地盘，但我图谋的是你麾下的人。等你入局，这并州狼骑与无双猛将就都得改姓刘了。吕将军远道而来，备特设此宴，为您接风洗尘。玄德公客气了，多谢玄德公开城收留，公之仁义，部记下了。将军言重了，昔日虎牢关前，将军神勇，备至今记忆犹新啊。况且将军手刃奸贼董卓，乃是社稷的有功之臣。备一直仰慕将军威名，今日得见，理应用对待兄长的方式礼遇将军。好，既然贤弟如此盛情，那为兄就却之不恭了。来，贤弟，为兄敬你一杯。奉先啊，你怎能如此托大？这什么？这是什么？这就是呀！刘大儿引狼入室，我看你即将大祸临头了。曹豹，
我之所以放任主公接纳吕布，还有个原因，就是给像你这样的心怀不轨之徒机会，让你自己跳出来，名正言顺的除掉你。吕布这般骄狂，实在出乎我意。大哥，那三姓家奴太嚣张了，竟敢舔着脸自称兄长！俺老张在席上就该一毛给他捅几个透明窟窿！大哥，吕布狼子野心，今日台间姿态，视我等如无物，留之实乃大患。二弟三弟休要莽撞，徐州初定，外敌环伺。若此时发作，岂不是让天下人耻笑我没有容人之量？廖先生，俺大哥都烦恼成这样了，你不想个法子，怎么反倒在旁边幸灾乐祸呢？云长将军，你平日里最喜读《春秋》，可还记得正边刻断于壁的典故？郑庄公故意纵容其弟共叔墨，使其骄纵跋扈，待其谋反时，再名正言顺出兵讨伐。先生的意思是，欲使其灭亡，必先使其疯狂。如此谋划他人性命，封着心里实在有着负担啊。主公，倘若那吕布感念主公恩情，安分守子，那自然相安无事。但若是他本性难言，真做了忘恩负义之事，那杀之也是咎由自取。更何况，正巧借着这个机会，让徐州内部那些不安分之人跟着吕布一起跳出来。唯有将他们揪出来，一并除掉，才能让徐州真正变成铁板一块。温侯，小沛乃徐州门户，咽喉要地。若能得小沛驻军，那将军从此也不用看人脸色了。曹将军慎言，玄德公好心收留于我，不若再索取城池，岂不成了忘恩负义之人？温侯，您威震海宇，除了您，谁还能安定徐州呢？请温侯为了大义，为了徐州生民，舍弃些许私名吧。看来这徐州内部也是一盘散沙。曹豹身为徐州旧将，对刘备是100个不服。他刘备不过是运气好，得了曹贤的嘱托。论兵马武艺，我哪一点不如他？怎么就没人把一州之地让给我呢？凤仙啊，凤仙，你当真是毫无自知之明啊！玄德公，不在此白吃白住，实感不安。小沛乃军事重镇，不愿领秉州儿郎前往驻守，替徐州分忧。我好心收留吕布，这吕布竟然如此骄狂，还向我讨要小沛这等重镇，我且拒绝他。奉先将军美意，备心领啊。只是小沛乃四战之地，多面临敌，太过凶险，备怎忍心将将军置于险地，万万不可。玄德公，莫非是觉得不护不住这区区小沛？哼，也罢，不邀诸位外出围猎，特邀玄德公与徐州百官同去，届时也让诸位徐州文武好好见识见识我吕布的实力。哈哈哈哈哈哈！二哥好剑法！
温侯神勇，天下无敌。玄德公，不与手下儿郎武艺如何？小沛交由部来驻防，可保徐州万无一失。奉先勇武，备心生敬佩。只是小沛干系重大，容备再做思量。玄德公既然难以决断，不如听凭天意。来人，将此戟插在150步处。不若一箭射中画戟小枝，便是上天允我驻守小沛；若射不中，不即刻罢休。竟然真中了！哈哈哈哈哈哈！主公，顺水推舟，答应他。刘备啊，刘备，外有曹操、袁术等强敌，内有吕布这匹夫，我看你怎么办？军师，此贼狂悖无礼，一时大患。云长勿躁，天欲其亡，必令其狂。时机已至，吕布将死矣。使君仁德，多谢使君活我满城百姓，将军们辛苦了，徐州安危全仰仗诸位将军了。我半生戎马，所到之处见惯了百姓的惊恐畏惧与痛苦怨恨，今日竟还是头一遭被人如此敬重。温侯，刘备先前在猎场上被您的勇武压得抬不起头，他这是想借人心讨回一城啊！虚伪至极，这等只顾假仁假义的做派，算什么英雄豪杰？哼！在这乱世，唯有我手中的画戟才是王道。刘备小儿毫无英雄气概。主公今日对吕布已是仁至义尽，即便吕布虎狼之心已是昭然若揭，您还是想教他，乱世之中不能只是匹夫之勇，更需人心。备只盼奉先能明白其中深意，安分守己。只可惜，主公这番苦心，他注定是要彻底辜负了。启禀主公，袁术大起兵马，正浩浩荡荡朝徐州杀来。袁术大军竟挑在此时来犯！主公，倘若吕布那厮真有反噬之一心，这便是他苦苦等待的机会。袁术大军压境，备当亲自率军迎敌，留守之事全仰仗诸位了。三弟，军师，下邳绝不可有失。大哥放心，有俺张翼德在，谁敢来犯，俺让他有来无回。主公只管安心破敌，城中一切臣自有计较。温侯、曹将军，下图周标防卫，还望二位鼎力相助。使君哪里话，你我同气连枝，务必保徐州万无一失，使君大可放心。末将誓死守卫，定不负使君重托。好一出逢场作戏，且看你们这群魑魅魍魉何时现出原形。公台，真是天赐良机呀！温侯，迟则生变，我们需即刻动兵。您亲率并州狼骑从小沛出击，直捣下邳。曹豹那边如何？曹豹已经约定和我们里应外合，打开城门助我们夺下城池。张飞虽勇，却是个没脑子的莽夫。那个廖晨也不过是个酸腐文人，何所道然？传我将令，全军集结，踏平下邳。军师，吕布那三姓家奴必有异动，俺们到底该咋办？总不能干等着他打过来。翼德稍安勿躁，我早有安排，你且附耳过来。
哈哈哈哈哈！妙啊！就按军师说的办，俺今晚非剥了那帮杂碎的皮不可。今夜一过，徐州就是温头与我的天下。刘备，就等着在外面哭吧。将军，张飞设宴邀请徐州众文武今夜过府饮酒，说是要带刘使君犒劳大家。设宴，偏偏选在今夜，若是我不去，只怕立刻会引他疑心，反倒坏了大事。哼，去，告诉来人，本将定准时赴宴。是。我倒要看看这环眼贼能耍出什么花样。曹将军，大哥临走前交代，让俺好好招待你们。来，干了这碗！三将军，末将实在不胜酒力，这碗酒下肚，怕是要出丑，还望将军海盐。怎么，俺老张敬的酒你不喝，是不给俺面子，还是心里有鬼？三将军误会了，末将怎敢？来人！啊，这是为何？张翼德，我曹豹随陶始祖征战多年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，你无凭无据，凭什么抓我？难道这就是刘玄德的仁义吗？夺得徐州之后，便遣除异己，残害忠良。曹将军可是徐州老臣，怎么说抓就抓？袁术还在虎视眈眈，大敌当前，若是内部生变，徐州岂不是完了？曹将军，你要的凭据在此，你且看看，这些是不是你的亲笔？你前脚刚出府门，我便派人彻底搜查了你的斋邸，你与吕布暗中勾结，密谋夺取下邳的往来生计，如今全在此处。你竟敢搜我的家！证据确凿，还有什么话可说？军师饶命，三将军饶命，是我鬼迷心窍，都是陈宫和吕布蛊惑我的，求你们看在陶始祖的份上，留我一条狗命吧！报，启禀三将军，城外10里发现大批兵马，打着秉州狼旗的旗号，吕布大军已逼近下部城下。好个三姓家奴，来得倒挺快！来人，把这卖主求荣的狗贼押入死牢，严加看管。等拿下吕布那三姓家奴，再一并处置。这许当是曹豹为首的丹阳派的2号人物，曹豹作乱，他必定也有参与。三将军，末将冤枉，末将是曹豹威逼，迫不得已啊！哈哈哈哈！你们这是做什么？徐将军乃是我徐州忠勇之将，怎能让他受此等委屈？三将军，您这是？徐将军，陶公在世时便颇为器重，说你和那些丹阳精兵个个有情有义，只可惜你们被曹豹那逆贼裹挟作乱，受委屈了。是，臣从事明鉴，就是这样。末将对刘使君忠心耿耿，从未想和曹豹同流合污。如今曹豹已被拿下，将军若想彻底洗刷嫌疑，眼下正好有个将功折罪的立功机会，不知道徐将军愿不愿意接受？末将万死不辞，全凭臣从事吩咐。许丹，城内情况如何？温侯，天赐良机，那张飞今夜在府衙大摆酒宴，此刻已经喝得烂醉如泥，人事不省了。曹将军已控制了南门守卫，特命末将前来，请温侯火速入城接管下邳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土猪卖酒的莽夫也配占据这等雄城？
活该我吕奉贤成就霸业！全军听令，随本侯踏平下邳，生擒张飞！慢，不对劲儿！曹豹的人在哪儿？退，快退！中计了！三姓家奴，你张爷爷在此等候多时了，今夜就是你的死期！放肆！放开我！这是误会，全都是误会！翼德兄弟，本侯听闻城内有贼兵作乱，唯恐你寡不敌众，特率狼骑星夜赶来协助守城啊！我是一片赤诚。协助守城？你当俺老张是3岁小儿？奉先将军，别演了。曹豹此刻就在大牢里歇息，他把你们如何里应外合的谋划，可是交代的一字不漏。张将军，我愿降，只要你留我一条狗命，我吕奉成愿拜你为义父。呸！三姓家奴，你也配叫俺义父？俺嫌恶心！来人，把这反复无常的匹夫押入死牢，待我大哥凯旋，再亲斩此贼狗头！军师，吕布已擒，小沛还有他的残部，俺这就率军出城，将他们全解决了。张辽、高顺皆是当世罕见的骁勇统帅，那秉州狼骑更是横行天下的精锐。这等神将天兵，留给吕布这种小人，实在是太暴殄天物了。军师的意思是全盘收服，好，俺这就去会会他们。军师，温侯在下邳城下攻城遇阻，被敌军死死咬住，急需支援啊！什么？高顺，立刻点齐兵马，随我火速驰援。诺。文远，小沛乃我军根基，绝不容有失，你务必死守城池，等我们凯旋。军师放心，辽在城在。这陈宫中军师之计了。不好，有埋伏，我们中计了！哈哈哈哈！陈公老二，俺老张在此恭候多时了，拿命来！军师快走！陷阵之志，有死无生，对我战！终于回来了，文月。快开城门！这怎么可能？公台先生，别来无恙。廖晨，你这卑鄙小人！军师，我们被算计了。陈公，吕布已被生擒，张辽亦曾阶下囚。如今你们已成丧家之犬，还不速速投降？吕布那头枭虎，竟真的覆灭了！张将军与廖从事，竟有如此雷霆手段，徐州之大患除矣。败军之将，无话可说。
张飞要杀便杀，休要阻我。文远是义士，是谁把他绑得这么紧的？你这是何意？文远呐，你姓张，俺也姓张，我们是本家。你莫非是想招降我？文远，吕布有勇无谋，薄情寡义，你跟着他实属明珠暗投。如今他大势已去，你一身本事，何不随俺大哥匡扶汉室？降可以，但某有个条件，必须善待温头家眷，否则某宁死不屈。没问题，俺老张答应你。嘿，你好不知歹！俺好言相劝，你竟敢给俺装聋作哑！既然高将军不愿降，强求无谓，不如这样，就让他且去照顾吕布的家眷，如何？来日方长嘛。哼！既然军师求情，俺就不理会这倔驴了。来人，带下去！主公，下邳急报！主公，信上究竟写了什么？莫非下邳出了变故？惊天大喜！吕布那贼子已被解决，张辽将军与数千秉州狼骑已尽数归降。这，廖从事与三将军竟立下如此不世奇功。大哥，吕布乃豺狼之姓，丁原、董卓皆是前车之鉴。此次既已成擒，万万不可再存妇人之仁，留此祸患。吕奉先骁勇，天下无双。若能为我所用，何愁汉室不兴？可惜了。忘恩负义、反复无常之辈，绝不能留。文远将军，备得将军如猛虎添翼。败军之将张辽，拜见主公。主公，臣幸不辱命。军师，虽解了后方之危，但袁术10万大军死死围城，敌众我寡，如之奈何？关将军莫忧，袁术兵马虽多，不过是土鸡瓦狗。臣已有一计，定叫他10万大军灰飞烟灭。备就知道军师定有妙算，即将安出，备洗耳恭听。主公，下邳之变，吕布被擒，此事袁术恐怕还不知道，这便是大破袁术的机会。废物，全都是废物！我10万大军，竟连个小小的广陵都拿不下。刘备算个什么东西？一个知悉万里之徒，也配占据徐州？启禀主公，营外有一将求见，自称是问候吕布麾下张辽。吕布的人，他来做什么？哈哈哈哈！我明白了，定是吕布那厮也想分一杯羹。快把人请进来！张辽带我家温侯见过袁公。文远免礼，吕奉强派你来，有何图谋？我家温侯愿与袁公联手，击破刘备，瓜分徐州。哦，他打算怎么做？刘备防备全在正面，今夜我家温侯将率精骑从后方突袭刘备，届时广陵必定军心大乱，首尾不能相顾。好计策！你回去告诉奉贤，我答应。袁术老贼果然中计了。哈哈哈哈哈！天助我也！刘备小儿，今夜就是你的死期！传我军令，整军备战，待到刘备军心大乱，就伺机冲杀。主公，军师，袁术老贼果然中计了。待到袁军以为寻到得胜之机，倾巢而出，他以为我等被吕布偷袭大乱，实际上我们以逸待劳，趁机反攻，袁术必败。报！启禀主公，前方探明，
刘备军后方火光冲天，阵型大乱，正在仓皇撤军。哈哈哈哈！好，定是吕奉兴得手了。刘备小儿首尾不能相顾，阵脚已乱。恭喜主公，贺喜主公，此乃天赐良机。看来是上天都要让主公轻取广陵，全据徐州啊！哈哈哈哈哈！天命在我，天命在我，袁公路，纪灵何在？末将在。传我军令，全军出击，务必将刘备小儿生擒活捉。谁敢放跑了他，提头来见。遵命，全军突击！主公，且慢，此地名为葫芦谷，两侧崖壁陡峭，乃是兵家绝地。若敌军在此设伏，我军必死无葬身之地呀！设伏？笑话！刘备此刻正被吕布杀得屁滚尿流，哪来的胆子敢来埋伏我10万大军？全军加速前进！怎么回事？哪儿来的苦兵？快护驾！快兵，快退！坐马车的就是袁术，活捉袁术，别让他跑了！挡住！快给我挡住他们！主公，马车目标太大，快登此驴车逃命吧！杨洪，我乃堂堂4世3公，岂能做这等贱物？主公先走，末将断后，杀！吕布小儿3姓家奴，竟敢伙同刘备诈降设伏！我袁术发誓，必将你碎尸万段！主公，属下接应来迟。严相，速速调集后方兵马，我要活剐了吕布！主公，您被骗了。暗探拼死传回消息，吕布并未反叛得手，他早就在下游被张飞生擒，这全都是刘备的圈套。刘备，知塞犯吕之辈，你竟敢如此将我玩弄于股掌之中，害得我折了纪灵，我与你势不两立！痛快！军师此计神鬼莫测，葫芦谷一战，烧的那袁术10万大军丢兵卸甲。先生运筹帷幄，不仅解了广陵之危，更重创袁术。我有先生，真是如鱼得水也。袁术此番元气大伤，10万精锐折损大半，连大将纪令都葬身火海。短期之内，他再也无力图谋我徐州半寸土地了。好一个刘备，好一个廖晨，竟在广陵把袁公道打得10万大军全军覆没。廖晨射杀我儿曹昂之仇，无屁股铭心。总有一日，我要踏平徐州，将你碎尸万段，以继我儿在天之灵。袁公道啊，袁公道，带10万大军，竟被打得驴车逃命，真是把我汝南袁氏的脸都丢尽了。主公切莫轻敌，刘备羽翼渐丰，此人若在徐州站稳脚跟，日后必成主公心腹大患。言之有理。不过刘备目前气候未成，眼下估最大的敌人还是北边的公孙瓒，先灭公孙，再图南下。启禀主公，琅琊郡臧霸遣使者在府外等候。哦，臧霸主动派人来见，快快有请。主公，臧霸此番遣人名为拜见，实为试探。军师何出此言？主公请看，如今徐州5郡，彭城、下邳、广陵、东海，皆已在主公牢牢掌控之上，唯独北面的琅琊郡被泰山贼臧霸等人割据盘踞，对徐州不过是名义上的归附。先生，未知奈何？主公勿忧，我有一计，收服泰山贼易如反掌。
泰山贼在陶谦刺史时期便已是听调不听战，且依仗泰山天险，盘安在徐州与兖州之间左右逢源，收服他们怎么可能容易？主公，您如今已不再是当初仅有下盘一郡，主公已是彻底掌控徐州的州牧了。如今的主公，擒吕布，退袁术，威震天下，区区小小的泰山贼算得了什么？军师高明，登已然知晓先生所说收服泰山贼之计了。既然如此，请袁龙先生示也。主公可下令将吕布公开斩首，令臧霸使者观看，如此泰山贼必然惊惧颤栗，归顺。好，传令，明日将吕布于闹市公开处刑，扬我徐州威名，震慑徐州内外心怀不轨之徒。玄德公，玄德公饶命啊！求公念在往日情分，饶我一命。吕奉先，你这忘恩负义之徒，我好心收留你，你竟暗中勾结曹鹏，向图让徐州再起战火。斩！哇！刘备手段竟如此雷霆避祸，必须立刻禀报首领，尽早归顺，否则我等都将死无葬身之地。罪将臧霸拜见刘使君，霸昔日不自量力，竟妄图与使君相抗，如今迷途知返，今后愿为使君马首是瞻。宣高，快请起。宣高将军乃是当世英雄豪杰，只可惜先州牧陶公在时，未能重用将军，否则我徐州岂会有昔日战火之祸？使君胸襟如海，霸定当誓死效命。历史的轨迹终于改变了，收复被泰山贼占据的琅琊郡，此时的主公终于从那个有名无实的徐州牧，变成了真正掌控全局的益州之主。报！主公，大事不好！细作来报，曹操在兖州大规模集结兵马，粮草车当连绵不绝，兵锋直指，似要图谋我徐州。曹操大军竟要再犯我徐州，这可如何是好？前次兖州生变，曹操方退，而今我徐州方才安定，他竟再度来犯，应该如何是好啊？曹操此番兴兵，必是为报杀子之仇，这定是一场不死不休的恶战。曹阿芒，你终于又有动作。军师，曹贼大军压境，你有何破局之策？主公勿忧，曹操在兖州大肆集结，他的真正目的恐怕根本不是徐州，而是这里豫州。啊！曹操杀子之仇不报，竟去图谋豫州。兖州之乱天平，曹操根基未稳，若强攻我徐州，必陷焦灼泥潭。曹孟德岂会做这等蠢事？他造势威压徐州，实则欲让我等忌惮，借机吞豫州以壮自身。原来如此，主公，豫州之地不可平白让给曹贼，这样，请主公立刻发兵，从沛国开始，经略豫州。对啊，昔日先州牧陶公曾上表奏请主公为豫州刺史。既然如此，主公发兵豫州，乃是名正言顺。不仅如此，主公攻下沛国后，还需办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。军师快讲，何事？沛国丰县乃是高祖皇帝斩白蛇起义之故乡，主公当于此地祭祖，昭告天下，光复严汉之治。若果真如此，天下心向汉室的人人义士，必如百川归海，尽投主公麾下。祭祖，高祖家乡，我刘备终于等到了这一天。想我刘备，昔日不过是涿郡一落魄子弟，今日竟能重返高祖龙兴之地，祭拜先祖，传我军令，
点齐兵马，剑指沛州，吾誓要光复严汉，还天下一个太平。誓死追随主公，匡复严汉。此乃高祖产蛇起义的龙兴之地，若强行攻城，战火必致生灵涂炭，我刘备于心何忍？如今主公声名已达四海，只需遣一使者，携主公亲笔书信入城，声明大义，定能不战而屈人之兵。军师此言正合我意，速取笔墨。下官久闻刘使君仁义无双，丰县居民对使君真乃望眼欲穿，今愿举城归降，迎使君入城。好，快请起！传令全军入城，务必秋毫无犯，违令者斩。高祖在上，不孝子孙刘备，今日重返丰县故土。如今汉室倾隋，奸臣篡逆，备在此泣血立誓，定要征讨逆贼，匡扶汉室。大风起兮云飞扬，北下海内兮归故乡，安得猛士气守四方。主公，探得陶将曹仁率领大军已突入豫州，看行军方向，直指谯县。谯县，那可是曹操的故乡。主公，曹操是想以自己老家谯县为战略支点，借助当地宗族底蕴，彻底交吞整个豫州。军师，此局何解？请主公立刻下令，派一支百战精锐，抢在曹仁之前夺下谯县。将军，我军已兵临城下，为何迟迟不发下攻城令？兵贵神速啊！攻城简直是笑话。这谯县乃是我们曹氏一族的龙兴故乡，城中皆是沾亲带故的乡党，不必动一刀之剑，那县令就会乖乖大开城门迎我等入城。哈哈哈哈！谯县上下恭迎曹将军回乡。哈哈哈哈哈！算你识相，全军听令，随我入城。将军，后方忽然杀出伏兵！快关城门，拉起吊桥！燕人张翼德在此，谁敢关门？弟兄们，随我杀入城中！撤！快撤！主公，末将无能，谯县没能拿下来啊！什么？谯县竟是我曹氏故老乡亲，你亲率大军怎么可能拿不下谯县？是刘备的兵马突然从后方杀出，派人硬生生夺走了谯县城门。刘备，大耳贼！你竟敢抢我的老家谯县！主公，如今豫州全境基本已被我军与曹军瓜分，
两家接壤，摩擦不断，接下来恐怕马上就要迎来正式的交锋了。若仅有曹孟和一人，蹦倒是无惧。可曹操向来与袁绍交好，若袁绍出兵秀助，我军势孤，怕是难以抵挡。是啊，袁本初如今可是天下第一诸侯，势力横跨青、幽、并冀4州之地，带甲100万，底蕴深不可测。听闻就连那不可一世的公孙瓒，如今都在袁绍手中连吃败仗，眼看即将败亡了。主公，大可不必如此担忧。军师有何高见？袁曹交好已是过去，如今曹操势力愈发强大，在袁绍眼中，曹操已经是心腹大患。一旦袁绍彻底击溃公孙瓒，下一个目标必定是曹操，他又怎敢主动和我等为敌？报！长安天大吉讯！汉天子刘协不日即将东归洛阳，现已发下明诏，还令天下诸侯火速进京护驾。天子东归来了，曹孟德挟天子以令诸侯，而这便是袁曹两家真正反目成仇的开始。天子蒙尘，正是我辈汉室宗亲尽忠赴死之时。点兵，立刻点兵前往洛阳护驾。主公不可，万万不可！军师要阻我救驾。徐州距离洛阳千里之遥，中间横置着曹操的兖州，他岂会放任我军越境接触天子？备乃中山晋王之后，天子气血发诏，纵然前方是刀山火海，纵然曹贼重兵阻拦，奉亦要拼死一试。既然如此，臣不再劝阻。报主公，我军被兖州兵马死死挡住，曹操已抢先一步迎奉天子，将天子车驾迁往许县，改名许都。曹操自封为大汉司空，行使丞相之权，又封袁绍为大将军。如今朝堂上下皆由曹操一人说了算，挟天子以令诸侯，这天下大义竟全落入曹贼一人之手了。终究是晚了一步。元龙主公，何必如此沮丧？曹贼如今看似威风八面，实则已是心力交瘁，如坐火山口。曹操独揽大权，袁本初岂能咽下这口气？这大将军之位根本安抚不了他。袁绍如今对曹操已是极其不满。再者，那被曹操强行控制的天子与满朝文武，难道会心甘情愿做他曹孟德手中的提线木偶？相比于关注曹操这个烂摊子，我军眼下有一件更重要、更迫切的大事。军师快讲，何事？汝南袁术。如今我军当务之急，绝非去碰曹操的锋芒，而是彻底击败袁术。军师，袁术虽在葫芦谷大败，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，他仍坐拥大片高域之地，兵多粮广，强行攻打，只怕子中多虑了。正因他地盘广阔，实力强大，我军若能将其一举击溃，所获之丰厚，方能撑起主公的争霸之业。军师把话说得如此满，莫非心中已有破敌谋划？袁术不过宠中枯骨，早晚必为我军所擒。军师为何如此自信？主公请看，这是暗探刚送回的情报。淮南地界突发异象，有龙出于水中，还有瑞鸟降世，袁术之下竟频生这等祥瑞。龙可是帝王之政，主公以为这等荒唐祥瑞是谁捏造的？袁术炮制这些虚假祥瑞，只为做一件事铺垫，他接下来要称帝。这不可能！这怎么可能？他若敢做这等僭越之事，定会众叛亲离，被天下群起而攻之。除非袁术疯了，否则借他10个胆子也不敢。哈哈哈哈哈哈！
诸位太高看他了。袁术此人是个志大才疏的草包，他只会比你们想象的更加愚蠢。主公，只要袁术一称帝，我军便可趁机名正言顺将其击溃，顺势夺下淮南全境。夺下淮南，随后便可图谋荆益二州，如此坐断南方，为主公彻底奠定霸业之基。恭喜义父，孩儿特献上传国玉玺，义父手握神器，这便可以称帝了。传国玉玺，哈哈哈！天命在我，天命在我啊！代汉者当图高，我袁术今日起便要做这众世天子。吾皇万岁，孩儿先行告退。淫贼！我不惜喊你这乱臣贼子一声义父，更是交出父亲拿命换来的玉玺，终于换来脱离你独自发展的机会。江东必然会成为我们孙家的天下。汉室失德，气数已尽，朕今日承接天命，建立大众，是为众世天子。我大众朝定将千秋万代。蠢货，简直是个无可救药的蠢货！竟敢在这时候称帝，我袁氏定将深受其害！哈哈哈哈哈哈！种种枯骨也敢妄称天子，真是自寻死路！传令，立刻上表天子，发诏召集天下穷雄，共讨逆贼袁术。袁贼篡逆，人神共愤！全军听令，随我出征淮南，讨伐不臣。父亲，孩儿不明白，那袁术老贼称帝，焦急的应当是朝廷才对。纵使朝廷存在一日，汉室便危为尽失，再也无颜与父亲相抗，这难道不是一件好事吗？愚蠢！你以为为父费尽心机供养着朝廷的兵马钱粮，是为了看他们笑话的吗？为父挟天子以令诸侯，若天下人皆不将汉室放在眼里，为父手中这块金字招牌就要大打折扣。到那时，咱们供养朝廷的心血，岂不是全都白费了？孩儿愚钝，竟未看透父亲这等深谋远虑。公子，不仅如此，讨伐袁术实则是天赐良机。若主公能抢先攻下袁术，夺其淮南丰饶之地，我军实力必将暴涨。届时，主公不仅能轻易碾压刘备，更是有了足以抗如今天下最强的袁绍的资本。不错，传令下去，大军即刻开拔，绝不能让这块肥土。800里加急！说，启禀司空，早在您传令天下讨伐袁术之前，刘备便已亲率大军进攻淮南。刘备大军一路势如破竹，各路郡县传檄而定，纷纷倒戈投降。如今徐州大军已经直逼受宠了。什么？不可能！我们刚刚得到消息，想要集结兵马粮草出征，恐怕至少还需要月余准备时间。刘备怎么可能反应如此之快？混账！我乃大众皇帝，受命于天。刘备一个知悉贩育的小儿，竟敢发兵攻我！你们谁敢去应战刘备？将那大耳贼给我生擒活捉回来！先前10万大军都全军覆没，连季烈将军都战死了。今刘备兵强马后，谁去不是送死？刘勋，朕命你即刻率军出击，务必击退刘备。若有闪失，提头来见。臣遵旨。军师，此乃下蔡，是到达受压前的最后一道坚城，强攻恐伤亡惨重，该如何破局？主公勿忧，可命弓弩手将劝降书射入城中，纵然守将死硬不降，也定能动摇其军心。可。
刘徐州的大军连战连捷，撇下蔡城，咱们怎么可能守得住？刘备大军压境，根本抵挡不住。若不是家小全在寿州，我早就开城投降了。绑紧点，别让他挣脱了。你们反了，想干什么？将军对不住了，我们可不想跟着袁术那个汉贼一起陪葬。主公乃王道之师，顺应天命，所到之处望风披靡，本就是理所当然。好，传我将令，即刻接管城池，秋毫无犯。敢有扰民者，斩！皇叔明鉴，我对那逆贼袁术深恶痛绝，早想向您投降，只可惜我家小全在寿中。若贸然归降，恐那暴贼绝我满门啊！既然将军有此心，可愿承担一项重任？先生此言何意？此举非但能救下将军在寿还的家小，还能让将军戴罪立功，博个封妻运子。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，请先生直言。快开城门！我乃刘勋，下差遭贼军偷袭，我拼死突围，要见陛下。将军稍后，此事重大，小人不敢擅作主张，这就去向陛下请示。下蔡城之变尚未来得及传到寿春，我若能借机骗开城门，助刘使君夺下这寿本城，非但能保全家老小，还能立下这天大的功劳。启禀陛下，刘慎将军率残兵败将逃回，称下派城失守了。废物，全都是一群酒囊饭袋！传朕旨意，立刻让他滚进来见朕谢罪，朕要活劈了他！进城！贼兵太多了，顶不住了！哈哈哈哈哈哈！俺大哥来啦！袁术这厮不知天高地厚，落得这般下场也是咎由自取。恭喜主公拿下汝南，如今拥有如此基业，进可攻，退可防，已足以坐观天下成败了。哈哈哈哈！先生此言差矣，备的目标是安定整个天下，即便拥有如今的基业，也绝不会耽于安逸。主公如此，实乃天下之福。朕不降，朕还有这皇宫，都给朕死守！陛下，外面重兵包围，库房无粮，我们拿什么守，吃什么？闭嘴！朕是天命之子，快给朕端蜜水来，朕要喝蜜水！陛下，哪里还有蜜水？现在只有血水啊！启禀陛下，刘备传来讯息，他说什么？刘备说让您自己体面，自刎归天。哈哈哈哈！好，刘备还是个忠厚人啊！朕乃大忠皇帝。受寒城坚墙高，刘备小儿想破城，绝非旦夕之功。主公所言极是，刘备大军攻城日久，定然疲弊不堪。我军找准时机，雷霆一击，定能让他损失惨重。
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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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讨伐袁术，可不是谁动作快，谁就能笑到最后的。全军听令，拔营出发！报，主公，寿推急报！何事如此惊慌？刘备大军已攻破寿春，袁术于宫中自刎身亡。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这才不过月余时间，袁术那可是有10万大军啊！就是10万个馒头，刘备去啃也要吃上个半个月。主公，如今看来，刘备羽翼已丰，已经彻底成为我们最大的敌人了。他比袁绍还要可恶。废物！袁术这头蠢猪，把43公的脸面都丢尽了。主公息怒。袁中道死有余辜，可那刘备算个什么东西，竟能这么快吞下淮南？主公，袁术覆灭事小，刘备做大才是心腹大患。现在的刘备比幽州的公孙仲还要棘手100倍。主公，末将愿领精兵10万讨伐刘备，将那大耳贼的人头提来见您。不妥，公孙瓒那匹夫如今龟缩在义征，尚未彻底剿灭，让孤如芒刺在背。若孤此时亲率大军讨伐刘备，定会给公孙瓒机会。既然如此，何不借刀杀人？借刀杀人，不错。曹阿莽绝不会坐视刘备做大。传令下去，即刻从府库中拨发兵马粮草送往兖州，让曹操和刘备拼个你死我活。父亲，刘备刚刚战胜袁术，如今兵锋正盛，锐气未减。此时出征，岂不是有违兵法，避其锋芒之道？兵法教出来的都是呆子。公子，刘备刚拿下淮南，根基未稳，若不趁此时出击，等他彻底消化了所得领地，实力暴涨，那时再想击败他，可就难如登天了。文若，袁本之那边有什么动静？禀明公，袁绍那边未动一兵一卒，只派人送来了10万担粮草，以资我军军用。庶子不足与谋。刘备这大耳贼如今已成气候，袁绍直到现在还不肯出兵对付他，竟任其做大。将来他若是成了刘备的阶下囚，也是活该。依我看，在袁本期眼里，明公与刘备皆是他的死敌。他送粮草，无非是想看着我们相争，好同时削弱两方的实力罢了。庶子，传孤将令，大军即刻拔营，不要亲自踏平徐州。主公请看，这是我命人改良打造的曲原梨，相比以往的直原梨，它操作更为灵活，不仅能让农夫的工作效率大大提高，还能极大的减轻对耕牛的消耗。妙啊！先生真乃神人也！有此神器，我徐州百姓何愁粮仓不丰？既然来到这个时代，我不仅要辅佐主公安定天下，更要多做些利国利民的实事。报，启禀主公，曹操亲率大军正向徐州进犯。主公，昔日曹操借报复仇之名，屠戮我徐州数10万百姓，四属为之不留。此等血海深仇，今日定要让他血债血偿。陈大人所言极是，如今他竟敢再犯我徐州疆土，定要叫他有来无回。曹操妄图趁我军刚下淮南来袭，却不知我军早已脱胎换骨。这一次，必须让他付出惨痛代价，折戟沉沙。大哥，俺老张的丈八蛇矛早就饥渴难耐了，给俺3万精兵，俺去把那曹阿卯的脑袋拧下来当夜壶。三弟休得鲁莽，大哥，关某愿为先锋，定斩敌将首级，破其大军。遥想当年，徐州上下听闻曹操大军来犯，无不惶恐惊惧，如临大敌。如今却闻战则喜，士气如虹。当今天下，
主公的实力已是仅次于袁绍的第2大诸侯了。众将听令，犯我徐州江湖者，魏必击而破之。全军即刻开赴彭城，迎击曹军。刘备小儿，吾奉天子明诏讨逆，你竟敢不遵王化，违抗朝廷大军，自号汉室宗亲，真乃乱臣贼子！军师所言不差，曹贼果真拿天子名义来压我。主公，两军对阵，攻心为上，主公可用此扩音神器揭其短处，定能乱其军心。曹阿瞒，你托名汉相，实为汉贼，挟天子以令诸侯，更是坠烟一跪，本无令得。而昔日屠戮我徐州，所过之处，鸡犬不留，泗水为之不留。此行恶贯满盈，人神共诛。杀！杀！杀！今日我刘备顺应天意，以有道之师伐你无道之众，你曹阿康必败亡于此。哈哈哈哈哈！匹夫之勇，口舌之快，全军原地安营扎寨。啊！痛杀我也！刘备大耳贼，气杀我也！丞相，丞相你怎么了？快传军医！丞相晕倒了！好了，慌什么？丞相，您没事？哼，本相不过是顺水推舟，将计就计罢了。刘备大耳贼自以为几句恶毒之词就能乱我军心，他见我军阵脚大乱，今夜必定趁机前来劫营。传令下去，今夜在营中设下10面埋伏，只要刘备赶来，定叫他片甲不留。丞相神机妙算，末将这就去安排。诺。丞相，您的身体当真无碍？痛杀我也！刘备小儿竟敢辱我至此，气杀我也！我的头风真发作了。痛快，真是痛快！军师那法子绝了，直接把曹贼气得半死，真是报应不爽。曹贼屠城，血债累累，今日受此其辱，实乃天道轮回。报，主公，查明了，曹操回营后气得急火攻心，当场晕倒。如今曹营内军心大乱，将士惶惶不安。此言当真，天赐良机呀！大哥，这还等什么？趁他病要他命！俺老张愿领5000精骑，今夜就去踏平曹营，生擒曹阿谋。某愿同往，愿随将军同往，踏平曹营。不可！军师，曹贼如今病倒，军心大乱，正是破敌良机，为何出言阻止？是啊，军师，这可是老天爷给咱们送的机会，再不出兵，黄花菜都凉了。敢问诸位，既然大家都觉得今晚是劫营的绝佳时机，那曹操会想不到吗？他帐下谋士如雨，又岂会想不到？军师的意思是，曹营今夜必有准备。曹操生性狡诈，这分明是他故意迈出的破绽，引我们上钩。若今夜前去劫营，必会陷入10面埋伏。哎，难道咱们就干瞪眼，什么都不做吗？别去死俺老张了！曹操既然想引我们上钩，那我们就给他来个将计就计。将计就计，军师快讲，我们该怎么做？既然曹操装晕，那咱们索性顺水推舟，立刻派人四处散布消息，就说曹操头风发作，
已命不久矣。只要这消息一出，曹军必定军心大乱。哈哈哈哈！军师这招绝了！不仅如此，这消息绝不能只局限于曹营。主公，立刻派出所有细作，连夜将曹操的死讯加急传向兖州，传向西安。妙，此计甚妙啊！曹贼平日里挟天子以令诸侯，许昌朝廷对曹操早已是心怀不满，恨之入骨。如今曹操带着10万大军在外，一旦得此死讯，朝廷百官定然会趁机反抗曹操。到那时，曹贼后方必定大乱，生出天大变故。好，就依军师之计，连夜将曹操将死之事传遍中原。我要让他后院起火，不战自溃。更何况，曹操嫡长子曹昂早亡，如今他膝下曹丕、曹植、曹庄3人，个个都对公子之位虎视眈眈。一旦这讯息传回，这3兄弟为了夺位，定然会兄弟血肠。到时候，兖州的局势只会比许昌更乱。军师此计，真乃兵不血刃之绝杀，计是好计。可俺老张这丈八蛇矛却是没了用武之地，手痒啊！翼德将军既然手痒，那今夜我们便去劫营。只是这劫营是假劫，将军只率军在曹营外擂鼓呐喊，绝不强攻。如今曹军中正流言四起，若我们大张旗鼓袭营，曹操却龟缩不出，曹军将士定会深信他已命不久矣。军师，若曹贼为了稳住局势，亲自出面安抚军心呢？这流言之计岂不是破了？云长多虑了，他若是真敢现身阵前，那我们就说他是在强撑病躯。曹军只会觉得他这是虚张声势，实则已病入膏肓，回光返照。哈哈哈哈哈哈哈！曹贼自以为英明，这次是伸头一刀，缩头也是一刀，彻底陷入两难了。大网已张，10面埋伏已设。刘备小儿，孤倒要看看你今夜怎么死。主公，不好了，大事不好了！仲德，何事如此慌张？主公，如今军中都在传，主公回营之后头发作晕倒，已然命不久矣。哈哈哈哈！好，好啊！连我军将士都信以为真，那刘备小儿必然深信不疑。孤这头风发作的正是时候，刘备今夜必来劫营，孤要让他有来无回。主公神机妙算，刘备果然来劫营了。传令下去，所有人按兵不动，等刘备大军冲入营寨，立刻伏兵四起，给孤尽数绞杀。主公，这徐州军怎么光喊不冲，迟迟不见人影啊？大耳贼向来生性多疑，他这是怀疑孤在诈病，故意派兵试探。今日是假劫，下次必是真劫。传令下去，孤继续称病不出，看他刘备能忍到几时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！大哥，军师，俺昨夜在曹营外喊破了嗓子，曹营里连个屁都没放。现在曹军上下毫无战事，全以为曹贼真的快见阎王了。他想装病引咱们上钩，殊不知再这么装下去，全军将士就真当他要死了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曹贼自作聪明，反受其乱。主公，属下有一计，可让曹操这病彻底坐实。军师快讲。明日主公可亲自到阵前，点名要与曹操问话。曹操为了诱我们劫营，必然称病不出。届时，主公便当着两军将士的面，派人赠药给他。曹操为了做戏做全套，定然会收下主公的药。只要他一收药，这命不久矣的谣言就在曹军心中彻底坐实了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军师此计，杀人诛心。明日我便赠药给他。主公，
刘备小儿当众送来这等晦气宝物，您为何当着两军的面收下？这不是长他人志气吗？仲德，你这就不懂了。孤顺水推舟收下这药，刘备定然更加确信孤命不久矣。今夜他必率大军来劫营。可是主公，眼下咱们大营里已经军心大乱了，将士们私下都在疯传，说主公您已病入膏肓，神仙难救了。无妨，区区流言能奈孤何？明日一早，孤亲自披挂上阵，现身巡营，这谣言自会不攻自破。主公啊，不可！军中现在还在传着另一套说法。还在传什么？军中都在传，说主公为了强行安定军心，不日必会强撑病躯，死撑着出来露面呢。啊，那岂不是孤不管出不出来，将士们都认定孤快要死了？报！启禀丞相，冀州袁绍听闻您命不久矣，特遣使者带着吊唁的厚礼前来大营探望主公。什么？连远在冀州的袁本交都知道了？这流言究竟传得有多广？主公，难道说刘备从头到尾都没想过劫营？坏了，孤中了那大耳贼的计了，他根本不想劫营，只想让全军将士，让全天下都认为我曹孟德命不久矣。丞相，我家主公听闻您沉歌难起，特命末将率3万精锐来替您协理兖州防卫，顺便请天子移驾冀州，以免受惊。袁本初，孤还没死呢，你就敢来趁火打劫夺天子，老本初费心了。孤身体无恙，歇息2日便可。天子更无需移驾。还在死撑。主公说的对，曹阿含病入膏肓了。若是我逼得太急，他一口气没上来当场暴死，我回去也讨不得好。丞相说无恙，那便是无恙吧。丞相切勿动气，保重残躯要紧。末将这便告退。庶子欺我太甚！看见没？连袁绍都派人来准备给丞相办后事了。曹公，怕是没多久好活了，咱们早做打算吧。哈哈哈！曹孟德欲诈病引我劫营，如今竟让天下人都认为他死之将至，真是自讨苦吃。主公，他这叫玩火自焚，反受其害。报主公，荆州刘表刺史特遣使者前来，送来金银粮草无数，以结两家之好。刘景升一向据守荆州，不问中原战事，怎会突然送来如此重礼？主公，曹操将死之言已传遍天下，荆州世家与刘表定是认为主公大事已成，实力挺横，故而争相巴结。刘景醒乃备同宗，兄弟去场本就非备所愿。主公，未来主公收复荆州，或许便无需再动刀耕，此之谓不战而屈人之兵。我主刘景升对玄德公仰慕已久，恨不能早日相见。今知玄德公大战在即，正命在下送来粮草10万担，禁卒1万人，强弩2000张，助攻破贼。景升兄高义，备敏感妩内，请先生代备重重谢过景升兄。报，益州牧刘璋大人特送来10万担粮草，5000精兵，以壮皇叔声威。哈哈哈哈！大哥，咱这下可是兵强马壮，富得流油了。主公，得道者多助，失道者寡助。曹操多行不义，人心尽失，而主公仁义布于天下，四海归心，此乃天命所归。曹贼气数已尽，敌军斗志全无，传我将令，全军保实，明日一早全军出击，势破曹营。一战而克，
识破曹贼！汉室兴亡，在此一战，出击！东征老贼，竟敢趁我大军在外，想图领兵夺下许都，他好大的胆子！主公，东征不过一介外戚，若无天子暗中授日，借他10个胆子也不敢谋反，此必天子之意。刘袭那个孺儿，若无我曹孟德，他还在洛阳的废墟里餐风饮露，竟敢如此忘恩负义！主公，非但许都，就连兖州那些世家也再次蠢蠢欲动。我等大军在外久战无果，外加军中盛传您大病难愈，如今军心不稳，人心思变啊！大耳贼，定是这群鼠辈散布的谣言。传我军令，明日趁夜结营，我定要杀败刘备，将其碎尸万段。报！刘备集齐大军，以兵临营前杀过来了。什么？竟敢主动出击！曹操大病将死，尔等为何还要负隅顽抗？投降不杀，莫要为国贼殉葬！大耳贼，竟敢如此欺我！主公，大势已去，我军全线碰败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，快撤吧！我曹孟德纵横半生，竟败于大耳贼之手。颜良呢？他带的3万精锐去了何处？为何不见来援？禀丞相，颜良将军见战局不妙，非但没有拔刀相助，反而带着兵马直接往许都方向去了。混账！这匹夫定是看我军败退，想趁火打劫，掳走天子。传令全军即刻改道，火速回援许都，绝不能让他得逞。文若，你不在许都镇守，为何在此？主公，许都生变，颜良大军趁虚而入，已将天子强行解往冀州了。原本州颜良，我誓杀尔等，全军听令，随我追击，定要夺回天子。主公不可，追不上了。且兖州世家听闻您大败，再度勾结反叛，如今整个兖州已是烽烟四起，咱们连立足之地都快没了，顾不上天子了。主公，天子已失，挟天子之计彻底败矣。若连老巢都丢了，我们便成了无根浮萍，速回兖州平叛才是生路啊！刘备、袁绍。我恨呐！转道去兖州。怎么回事？濮阳为何挂着刘备的好？曹丞相，关某在此恭候多时了。兖州各界有识之士已将全州托付于我大哥刘备。曹公若要寻求寄身之所，还请前往他处吧。大耳贼，安敢夺我兖州啊！给我攻城，全军冲锋，夺回濮阳！我曹孟德就是死，也要死在自己的地盘上！主公不可！濮阳城高池深，关羽义父当关，我军兴败，如何攻得下？斥候来报，
刘备的主力大军距此不足30里，再不走，我们就要全军覆没了。走！天下之大，我曹孟德连根基都没了，还能退到哪里去？冀州，主公，去冀州投靠袁绍。放眼天下，如今唯有袁绍的雄兵能与刘备抗衡，留得青山在，方能卷土重来啊！想我曹阿瞒飘零半生，竟再度沦落到要去养袁本齐的鼻息。传令，转道向北，去冀州。荆州刘表愿奉玄德公为主，益州刘璋愿为玄德公马首是瞻，江东孙氏愿结秦晋之好，岁岁来朝。汉中张鲁愿负玄德公继位。玄德公威震海内，今日这万方来贺之景，恰如昔日光武帝刘秀忠心汉室之旧事啊！天命在留。诸位快快请起，备能有今日，全赖众将士用命，更赖军师运筹帷幄。主公，曹操虽败亡冀州，但天下未定。如今北方袁绍拥兵100万，势头正盛，待我们彻底打败袁绍，这天下便可真正平定。军师所言极是，传我军令，即日起各州郡种农桑修水利，全面改良吏治，大力扩充军备，发展民生。待我军粮丰甲足之日，便是北上与袁绍决一死战之时。兴复汉室，就在今朝。决一死战，兴复汉室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